这是谁呀？阵仗这么大呀！这么有钱的老板，怎么会来到咱们的穷乡僻壤啊？就是啊。您就是任继生老神医吗？正是老夫，找老夫有何贵干呢？任老神医，只要您能够治好我们副总的头疾，傅氏是不会忘记您的恩情的。这些呢，是我们副总的一点点心意，还望您能收下。黄金1万两，100年人参1颗，傅氏名下至尊黑卡1张，江景豪宅1栋。这些呢，只是见面礼。只要您能够治好我们副总的头疾，条件您随便开。老夫活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这都是给我的。老夫已经决定封真，不再行医了啊。不过我有个徒弟，现在医术大成，想必他能治好你的头疾啊。安神补脑汤，这个就是我徒弟刚研制出来的新药膳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里面还有秘制的脑花，你要不要试一下呀？什么猪脑花？你这老头拿我们副总开玩笑呢？嘿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猪脑花，这是来自滇西雪山脚下的黑毛长土猪。这种猪啊，从小就吃天山雪莲的花瓣，冬虫夏草、阿胶。脑花取出后呢，再用36道古法的工艺炮制，必须用3天3夜的晨露才能炮制而成。这趟简直……你这老头拿这种东西糊弄我们副总！来人，把这老头的医馆给我砸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脑海中好像一股清泉划过，抚平了头痛，甚至感觉精神明目，心旷神怡。这药简直神了！喝完这汤，犹如清泉洗涤灵台，神清气爽，连我这头部的疼痛都消失了。神医，您这弟子果然医术了得，我能否拜见他一下？去吧，他正在后面的丹房炼制十全大补的伸腿瞪眼丸呢。喂？什么？联姻？联姻？你个臭小子！你和唐宁的婚事可是你奶奶在世的时候定的，这婚必须结，别给我耍什么花招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要是再敢不回来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。副总，咱这是回海城结婚。我叫唐宁，以后请多指教。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说服我妈，让她逼我非要跟你结婚。什么手段？招呼在我这儿没有用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不许跟别人提及我们的关系，更不许再跟我妈说这件事。总之，你如果要钱，我可以给你，再多没有。神经病吧你！自以为是的臭男人。
要不是我家里催婚催得紧，谁稀罕跟你结婚啊？嘿，连你都跟我作对。生死擂台，华夏医馆将举办第33届神医争霸赛。师傅说过，山下的男人不可靠，与其靠男人，不如靠自己。等我当上神医，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养活自己了。神医之位，我来了。以后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就别弄了。知道了。大家都去工作吧。副总，我们的安保设备进行升级，您视察一下。不错呀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这新来的学徒是吧？药房在那边。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你？哎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赌我赌到华夏医馆门口来了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回心转意吗？本小姐赌你，笑话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算老几啊？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？我可是……你可是这家医馆的老板，撒谎也不知道像样一点。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的，想来应该是个保安。怎么，当保安很丢人吗？职业不分贵贱。再说了，等我通过医师面试，咱们两个就是同事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咱们俩的关系我也不会说出去的。但是，如果你脑子真的有病，我也不介意给你扎几针治治病。你，我气质很像保安吗？设备升级的一点也不好。那个女人是谁？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令川！她叫唐宁，是医馆新来的学徒。若薇姐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咱们随便找个理由把她辞了便是。你就是新来的学徒。一个新来的学徒还想参加神医争霸赛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神医争霸赛只有我们医馆里医术最顶尖的人才能参加，而我们医馆里医术最顶尖的当然是我们若薇姐了。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，还想参加神医争霸赛？怕是连施针都不会吧？施针？不就是基本功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土包子，一个好的针法需要苦练数载，3到5年都是省的了。哦，看你连怎么拿银针都不会的样子，还想参加神医争霸赛，那简直是侮辱了神医争霸赛。你们居然质疑我的施针水平？这个世上除了我师傅，还没有人比我的针法更快准狠呀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露一手。如果你表现的没有你自己说的这样好，那你就滚出华夏医馆。好啊。为了减缓病人针灸时的疼痛，我们医馆所有医师每日都会用这个假人练习飞针手法。若是你能在3米开外将10根银针全部插入假人的穴位，我便算你过关。这针灸飞针，就算是我也时常出错。你个黄毛丫头，给我老实滚出医馆吧！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飞针吗？我在山上的时候都是蒙面练习飞针手法的。蒙面飞针？你以为你演杂耍呢？看好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样？我这技术过关了吧？现在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？哇，这小丫头这么厉害，她的针法少出得20年的功力啊！这小丫头年纪这么小，
没想到却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是啊，不就是针法准点吗？谁知道有没有耍什么花招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既然你这么想留下来，那你就留在这药房当个药师吧，捻捻药、抓抓药，很适合你呢。不好了，林医师，松鹤医馆的首席医师上门来踢馆了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都说华夏医馆的医术很高明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嘛。有医师乱摸脉、下失针，还有开错药。如果今日的挑战赛你们输了的话，那干脆就把华夏医馆改成夺命医馆吧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孙鹤年10年前就是沈医争霸赛的冠军，这林医师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要是你输了，那你就宣布你们松鹤医馆倒闭。好，请。副总还在医馆，这场比赛我绝不能输。如果他在的话，应该能赢吧？您是说老神医的徒弟？你也觉得林若薇会输，对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啊。哎，你说，这要是华夏医馆被改名为夺命医馆，他们老板会不会被气死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打杂的学徒。打杂学徒？你一个看门保安怎么好意思嘲笑我的？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会成为华夏医馆的首席医师。还是做梦。副总，比赛开始了。既然是医术比赛，那我们今天就比行医救人。来啊！这位是我二大爷，患帕金森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。他现在手抖腿颤，在轮椅上痛不欲生。我松鹤医馆费尽所有手段，也只是保住了他的性命，让病情不再严重。林医师，如果你今天能让他站起来，那么今天的比赛就算华夏医馆赢，如何？你治不好是你无能，我应战。肝火夹痰，气血两虚，需要先活血化瘀，然后清热解毒。张雪，取天麻3钱，金银花甘草各1两。哦，对了，再加羚羊角粉冲服。好。错了。什么错了？羚羊角姓韩，那位老大爷年事已高，这么一剂猛药下去，恐怕会出大问题。不过，就算治错了也没事儿，因为我能救回来。这女人又在胡言乱语了。看我表演。若薇姐，给。你就是个庸医！你快把我二大爷给治死了！来人，把华夏医馆给我砸了！慢着，慢着，我能救他。你是谁？林医师，他也是你们华夏医馆的医师吗？他还不配，他只是一个学徒。一个学徒还敢口出狂言？我看你们华夏医馆的人都是庸医。是不是庸医呢？一试便知。孙医师，我能保证治好你的二大爷，而且还能让他重新站起来，如获新生。你要是治不好的话，你知道你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如果我救不好他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不过，如果我能治好他，刚才你们的赌约全部作废，而且我要当华夏医馆的首席医师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们华夏医馆怎么可能让你这种人当首席医师？哦，是吗？如果老板听说咱们医馆被改名为夺命医馆，还治死了人，你说他会不会很生气呀？好，我答应你，
不过如果你失败了，那你就滚出华夏医馆。既然你这个疯婆子上赶着替我背锅，那我当然要成全你。哼，我堂堂神医徒弟，治一个帕金森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行，一言为定。这女人真会给我惹麻烦。如果是神医徒弟在这儿，应该会稳重很多。副总，传闻神医徒弟已经下山了，这找人如同大海捞针啊，咱还继续找吗？继续找，务必把人给我找到。这银针真体清韧，色近寒月，却非金非银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太虚寒月针？这太虚寒月针是由千年玄铁锻造，可是历代神医的专属银针。这小丫头究竟什么来历？百里、风池、河谷、内关，还有太冲。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醒脑开窍针法。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识到了，真是不枉此生，不枉此生啊！他竟然会失传的针法，他到底是谁？不就是些花架子吗？哗众取宠。你懂什么？这醒脑开窍针法极其凶险，需要施针者打起12分的精神，一旦失败，就会损害施针者的心脉。想要完全掌握此针法，天赋、心性缺一不可。他的医术已远远在我之上，只剩这最后一针了。二大爷的死活就看这一针了。最后一针，印堂穴。收针。二大爷睁眼了，真让唐娘给治好了。二大爷，你神志不清7年，终于醒了。你是贺年？是，我能站起来了，我的病好了。别动，你的病伤在经脉，根在脾胃。方才我只是用银针将你的经脉连接起来，但要想根除，还需要补气养血，滋养脾胃才行。这是我自己研制的十全补气伸腿瞪眼丸，只要吃上1粒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唐娘，你治不好就是治不好，拿什么伸腿瞪眼丸糊弄大家？不怕笑掉大牙？这该不会是你从地上搓出来的？就是，唐宁，我劝你还是别逞能了，赶紧滚出华夏医馆。伸腿瞪眼丸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神医，您这弟子果然医术了得，我能否拜见他一下？好啊，他正在后面的丹房炼制十全补气伸腿瞪眼丸呢。是你让我从人一样重新站起来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体会到双腿站立的感觉了。唐医生，我愿意相信你，这药我吃。信我就对了，保证你吃不了亏的。哈哈，唐娘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看你这根本就是假药。我能动了，我能动了，我的腿现在充满了力量，好像年轻了20年呢。这谁厉害啊？谁厉害啊？我操，太厉害了吧！这太厉害了！神医，老人家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神医，你救我一命，老夫欠你个天大恩情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唐医师的医术出神入化，让我二大爷重获新生。这场比试，我孙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只要以后唐医师有需要，松鹤医馆任凭差遣。我也没什么好差遣的。二大爷的病不是好了，以后多带着老人家活动活动。至于恩情不恩情的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代表华夏医馆应战的嘛，而且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咱们行医者的本分，是吧？唐医师，医者仁心，淡泊名利。如果你不需要我们的报酬的话，
只要你在华夏医馆1日，我松鹤医馆便1日为华夏医馆马首是瞻。告辞。告辞。怎么样？踢馆赛我赢了，记得你答应我的，让我做首席医师。首席医师，保安队长，拜拜。若薇姐，你没事吧？他怎么可能会赢呢？唐宁那个家伙，他只是运气好罢了。最后代表咱们华夏医馆参赛的肯定还是你，毕竟副总还是那么向着你。我们华夏医馆什么时候是要靠一个不知名的小丫头来打擂台了？副总，今天的事儿，我必须要一个交代。今天是松鹤医馆他们的人欺人太甚，我们根本就没准备，所以才输。那唐宁呢？她怎么赢了？华夏医馆什么时候靠一个打杂的学徒来撑门面？唐宁那个丫头的诡计多端，谁知道她和孙鹤年什么关系？万一是他们里应外合搞的诡计呢？不然她怎么可能赢孙鹤年呢？对，副总，你千万不要被唐宁给骗了。今天的踢馆赛肯定有问题。果然是这样，唐宁，把唐宁叫过来。是。你个保安不好好工作，把我叫过来干嘛？不是你说的，咱们俩这关系得避嫌，还是少见面的。是得避嫌，要不然让别人知道你的手段如此卑劣，简直就是丢我傅家的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比赛怎么赢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先是串通外人来踢馆华夏医馆，然后再挺身而出。唐宁，我真是小看你了哈。你怀疑我作弊？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这是一张黑卡，没有额度，你随便刷，别让我在华夏医馆再看到你。我不稀罕，少来管我的事。以后别说自己是傅家的少夫人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哟，还真是个自大狂，不过就是跟我一样是个臭打工的，真以为自己是个大老板啦？副总，夫人她……别管她，去前厅，华夏医馆是该好好管管。你们就拿这种垃圾糊弄我们副总？副总，这些药膳都是我们医馆的招牌，我们都是经过反复调试的，怎么可能是垃圾呢？招牌？你们就拿这些东西当招牌？这安神粥寡淡无味，毫无安神之效；养颜羹甜腻过头，齁死个人。滋补汤是吧？药材的剂量都没有放好，苦得像黄连。还有最后这个健脾膏，硬的能把人的后槽牙给硌掉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就拿这些东西当招牌？啊？副总，林医师，今天华夏医馆输了，跟你脱不了干系吧？如果今天你再做不出一道让副总满意的药膳，我想你也没有必要在这继续待下去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离开华夏医馆。副总，我还有一道药膳，您肯定满意。林川，这是我新研制的药膳，名为健体黄芩牛尾汤。这里面加了数十种名贵药材，尤其是那个牛尾，是我们从北海道的数十头和牛中挑选出来的。你尝尝。腥到离谱，怪不得你们今天比赛会输。副总，咱们这是医馆，又不是饭店，是药3分苦啊！药是用来救人的，做那么好吃干嘛？副总，他说的有道理啊。下次不要再说了。还有你们，正是因为你们漫不经心的态度，华夏医馆才会这样。今天我必须吃到一道我满意的药膳，要不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我滚蛋！完了，副总这么挑剔，上哪去弄合他心意的药膳呀？要是咱今天过不了这关，咱们饭碗都要没了。那可怎么办呀？
咱们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，做了这么多的药膳，可副总还是不满意啊。也不怪副总大发雷霆，实在是你们的技术有待精进啊。闭嘴！好的药膳需要一个精英医师反复调试，用的也都是最好的药材。你一个门外汉懂什么？华夏医馆以药膳闻名，可你们却将药膳做成这个样子，简直是自砸招牌。这道健体黄芩牛尾汤明明需要3个时辰小火慢炖才能将黄芩的药性发挥出来，可是你们呢？为了图省事，直接大火丢进高压锅里。嘿，不仅牛尾的腥气没有去除，还白白浪费这么多药材，也难怪副总大发雷霆了。唐宁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做出一道让副总满意的药膳，不然呀，之前的笔试可就是你作弊哟。作弊可不是一件小事哦，一旦被发现，那你的名字可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。吓唬我？以为本小姐是被吓大的？不就是做药膳吗？小菜一碟。怎么都没了？猪脑花，虽然不是滇西雪山的黑猪，不过也够了。药房里的好药材早就被用完了，这下看你还怎么出风头。唐宁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华夏医馆。这什么味儿？这么香啊！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药膳这么好闻，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升往天空一样美妙。安神健脑汤，大功告成。副总，不如咱们把老神医的徒弟请来，如果他能当我们医馆的首席医师的话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请务必得找到他，条件他随便开。是。副总，这是药房医师新做的药膳，里边有猪脑花、枸杞、佛水等，请您品尝。什么？猪脑花？令川，这应该是上错了，我再给你换一道。等一下。好熟悉的味道，是他，我找到他了。这药膳是谁做的？说话呀！我现在就要见到他。不好了，副总吃了唐宁做的药膳，大发雷霆。什么？这药膳跟我在那天山上老神医徒弟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副总，您的意思是老神医的徒弟就在这儿？我的味道不会出错的，一定不会。若薇姐，我把人带来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那么没品位？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就是你吃了我做的药膳大发雷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个保安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没品位啊？还是说你就是故意想害我丢了工作？这药膳真的是你做的？当然了，不然呢？我得承认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药膳，跟在山上老神医弟子用猪脑做的安神健脑汤一模一样。所以，你到底是不是他？什么他？什么珊珊？这就是一碗普通的猪脑汤。什么？唐宁怎么会是神医的徒弟？还和副总有瓜葛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师傅是神医？而且，
这男人看起来好像很喜欢我做的药膳。像他这种自大偏激的男人，万一把我锁在家里，天天给他做药膳，我还怎么参加神鹰争霸赛？不行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。明明味道一模一样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这肯定是巧合，他就是一个医馆的学徒，怎么可能是老神医的徒弟？难道我真的认错了吗？是啊，他就是我们医馆里最低等的医师，您肯定是认错人了。算了，医馆里的这些人，咱还留吗？华夏医馆的药膳，说是药膳，实际就是中药混着菜，又腥又涩，根本没法吃。也就这最后一道脑花汤勉强可以。林医师，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带领华夏医馆夺得这次神医争霸赛的冠军的，请您相信我，副总。没有下次。副总，你就是副总，你就是副总。你看起来很惊讶呀。完了，原来他就是我的大老板，我之前还那么骂他。唐宁啊唐宁，这下你真完了。你不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份才费尽心机的要跟我结婚的吗？你要是能大大方方承认，没准我还能对你另眼相看。可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虚伪的脸，我就提不起任何兴趣。不是，副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承认什么？我本来就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嘛，我也是听从家里安排，所以才……哎，你别走啊！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不听别人讲话的。哼！哎呦！连你都跟我作对，真是流年不利。嗯？这是什么？富家公子哥傅丽云半夜跟一女子私会，还将其带到名下华夏医馆调养身体，还有照片，这才是傅公子啊！那他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他原来是个冒牌货。副总，当初你隐瞒身份创业，用了二公子的身份。可如今二公子的私生活有些混乱，可能会影响您的声誉，您看要不要换回来？不必了。哎，对了，吩咐华夏医馆的人，叫他们不要亏待唐宁。他如果想参加神医争霸赛的话，记得给他留一个名额。好，副总，您对夫人挺上心呐。我傅令川的夫人如果在自家医馆被欺负了，我傅家的颜面还往哪儿放？明白。开车。小姐姐，看房子嘛，你看这房子多好，多便宜，你看你需要什么呢？我再看看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看你就是大富大贵之人，你就得住这么大的房子。你看看南北通透啊，风水又极好。我给你个良心价，多少？3000，3000就给你住。3000啊，那个，其实我不爱这种南北通透的，我就喜欢住小房子。租不起就直说呗。如果他不用这么卑劣的手段逼婚的话，凭借他高超的医术，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副总，我记得您的房子离华夏医馆很近，而且还有很多空房间，要不就租给夫人？行吧，就当我善心大发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行吧，就当我善心大发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可不怕你们啊！我可学过功夫的啊！
再过来我报警了。小姐姐，是要租房吗？我这儿有市区大平层，1个月2500。这那2500太贵了，我2000。抢生意是吧，哥们儿？我1500。这1000。1000。跟我比价钱，小姐姐，500一个月。成交。走。小姐姐，马上就到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凭什么坐着我沙发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凭什么坐着我沙发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唉，也是。你说，你都冒充别人身份招摇撞骗，没钱租房，也很正常。什么招摇撞骗？什么冒充别人身份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那，你自己看。我说你冒充别人身份也就算了，你还冒充人家副总，你胆子也太大。所以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？还装，还给我装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没钱。所以冒充副总也是迫不得已。唉，这就对了。放心，只要你呢不把咱们俩的关系说出去，我是一定会跟你好好相处的。我刚才已经和房东联系过了，房东对2位很满意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可惜你们2位不是夫妻。房东说了，如果是夫妻入住，房租减半，水电全免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沾点喜气儿。房租减半，那这房子就250啊，这么便宜？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杀猪盘？不，小姐姐，你放心，房东常年在国外，根本不差钱儿。他之所以把房子租出去，就是为了交个朋友。但如果你们不是夫妻，那就当我没说。房租减半，也才便宜250。为了这个演戏，好像也不值当，对吧？值当。我最近吧，手头确实有点紧，这250块钱，属实是拿不出来。好吧，我们是夫妻。是吗？啊，如假包换。为了房租，拼了！可以了吧？对，当然可以，那就不打扰2位了。哎，给钥匙给你。谢谢。哎，你慢走啊！他亲了我，难道他喜欢我？虽然这个女人看起来有些蠢，但她如果真心喜欢我，我倒是也能考虑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你别误会啊，刚才呢我就是为了帮你省了250。如果你非要报答我的话呢，我最近正在研究一款新的药膳，你就帮我试药好了。哎，你不是正好有头疾？也许我的药膳研究成功，你的头疼不就好了？你真的只是为了替我省钱吗？那当然了。是吗？这男人也就长得好看点，自大还爱撒谎，除了那张脸一无是处。唐宁，你可不要被他给迷惑了。哎呀，我去厨房看看。口是心非，不喜欢我还替我省钱，还要给我做药膳。我倒要见识见识，这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大的能耐。
谁是唐宁？出来跟我单挑！什么？你说的是那个名扬海内外，甚至在上一届神医争霸赛拿了第5名的沈云峰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怎么会突然要点名挑战唐宁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，若薇姐？不行，不能再让唐宁出风头。这场比赛我替他去，就算丢人，丢的也是唐宁。若薇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坏你的好事。唐宁，若薇姐有要事要吩咐你。冰库里有2朵极品的天山雪莲，需要你去拿一下，那可是咱们店的镇店之宝。哦，知道了。张雪怎么会让我来拿这么重要的东西？这地方好冷啊！拿完东西赶紧走。这肯定是林若薇他们故意的。开门！你就是唐宁，打败了孙鹤年的那个人。是我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还蒙着面？难不成是个手牌怪？你说什么？没事，你无需自卑，长相不重要，咱们医术上见真章。既然是比试，那就要有输赢。谁若是输了，就自愿退出神医争霸赛。好，我沈运峰自小学医，长这么大第一次遇见你这么嚣张的人。正好，我今天请了陈老过来当个见证。陈老，这边请。陈老，没想到这沈云峰竟然能请动他。据说这陈老可是这次神医争霸赛的评委，他的评判一定是最公允的。既然沈老当了评委，那这赌注可就改不了了。反正我用的是唐宁的名字，就算输了，又和我林若薇有什么关系呢？副总，沈云峰到华夏医馆了，还指名道姓要与夫人比试医术，您看你要不要去一趟？沈运峰，那个医术天才。对，不用了，去开会吧。副总，难道您就不担心吗？我尝过唐宁做的药膳，也见识过他的针法，沈云峰不是他的对手。既然你们请我做了裁判，我便出题考教一下你们的医术。我说出病人的症状，你们2人分别给出应对之法，谁的法子更高明了，就算谁取胜，如何呀？听陈老的。有一病人58岁，间歇性胸闷3个月，西医诊断为冠心病，常规治疗无效，便想运用中医。你们觉得这样该如何下药啊？王医师，你先还是我先？我让你先。痰瘀堵塞，麻痹心脉，当与用白芷半夏汤加丹参温养身体。用药准确，温寒相济。云峰，你的医术又精进不少啊！到你了。这症状需要活血化瘀，药方中还应该加入黄连、当归。对了，还应该重用红花。一派胡言！黄连跟红花一冷一热，药性相冲，你连最基本的药理都能搞错。唐宁，病人吃了你的药，怕是有当场要一命呜呼了呀！我看你早日出了这摊白大褂，改行吧！哼！唐宁，你完了！真的好冷啊！我不会真的要冻死在这儿了吧？师傅，徒儿不孝，不能为你养老送终了。也不知道傅令川知道我死了之后会不会伤心。会议由总经理主持，说明管理评审的有关事项，管理者代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，公司方针、目标实施情况。会议结束。副总，这唐宁可能要出事儿，走，去华夏医馆。是。副总，夫人和沈云峰比试，为何要戴着面纱呀？他不是唐宁，给我搜。
就算把医馆给我翻个底朝天，也得把唐宁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怎么没动静？不会死了吧？唐宁，你一再抢若薇姐风头，还敢勾引副总，落到现在这种地步，都是你应得的。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我，唐宁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骗我的后果很严重吗？副总饶命！我都是听若薇姐指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唐宁在哪儿？冰库。傅令川。唐宁，你醒醒！傅令川，我在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又来冒充副总身份，来这里蹭药膳吃了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骗人不好的。好，我保证不会再骗你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这场比赛你输了，那又如何？唐宁，你藐视比赛，不尊重对手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做华夏医馆的医师，更没资格参加神医争霸赛。这是退赛协议，既然你输了比赛，那就签了吧。唐宁退赛！退赛啊！退赛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医馆里有人冒充您的身份与他人比试，目前看来冒充者已经输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惩罚他们的。先送你去检查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。不行，我不能任由别人这样污蔑我。你放我下来。听话。不行，傅令川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想自己去解决。我一定要亲手撕开他的真面目。相信我。坚持不住别硬撑，一切有我。我要是不签呢？唐宁，算是我看走了眼。本以为你是医师界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没想到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。你若是不签这退赛协议，我将联合医术界众人将你彻底封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要是事情闹大，今天的事情难免惹人怀疑，不如签了合同，这样只有我能代表华夏医馆参加神医争霸赛了。好，我签。等一下，你还没有资格签这份合同。该死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输了比赛，自然是要愿赌服输。不过，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写错了？你又是谁？唐宁输了比赛就应该签下他的名字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输了一场比赛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警告你，给我赶紧滚！你要是搞坏了我的好事，就不是让你退赛这么简单了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哦！知道害怕还不赶紧滚！林医师，怎么是林医师？我说呢，怎么和人比试要戴个面纱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让大家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冒用别人的身份藐视比赛呀？林若薇，我那是怕你医术不精，砸了我们华夏医馆的名声，我好心替你比赛。哼，是吗？到底是谁医术不精，自己心里清楚啊。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正的唐宁？当然是我啊！当然是我啊！不重要了啊！为了比赛公平，我们再比一场。你们华夏医馆连最基本的药理知识都不知道，你们根本不配跟我比赛。就是，这个小姑娘这么年轻，估计跟那个冒牌货实力也差不多。华
华夏医馆也不过如此嘛。如果今天的事情解决不了，华夏医馆的名声就完了，或许还会失去神医争霸赛的资格。等一下，医界天才沈云峰，我听师傅说起过你，你很厉害，不过比起我嘛，还是略逊一筹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不然你为什么不敢跟我比赛？这不是怕输给我？我沈玉峰会怕你一个小姑娘？比就比。这么开心，难不成这小丫头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有意思。只不过陈老刚被林若薇气走了，那请谁比试呢？既然是比试医术，那咱们就比治病救人。来医馆的下一位病人，他的病症就是我们的考题，怎么样？好。大夫，大夫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大夫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不好，高烧惊厥，风热脾肺，快去取银翘散热片。好，我去拿。等一下，干什么？这孩子若是再不服药，会烧成痴傻的。唐宁，你不要拿患者的性命开玩笑。唐宁，你这种没有医德的人，不配做一个医师。大夫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一定救救我的孩子！我说等一下，是因为我看这孩子浑身青紫，症状不像高烧昏迷，倒像是中了麻毒。谁呀？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夫救了我的孩子。您快起来，快，没事了，快带着孩子去休息吧。我输了，我输了，这场比试是我输了，但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也很不错啊，你是我下山以来遇到的最优秀的对手，只不过比起我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唐宁是吧？我叫沈玉峰，期待我们神医争霸赛上见。好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们还会再见。江湖再见。当着我的面，还跟其他男人不清不楚。副总，不就握了个手而已嘛，这已经很过分了。唐宁，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沈云峰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对母子就是你买通了来陪你演戏的吧？你最好是自己交代了，如果让我找到证据，我就把你赶出医馆。哟，这么着急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？怎么这么嫉妒我？对，我就是嫉妒你又怎样？凭什么你的医术比我好？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力挽狂澜？凭什么傅林川能看上你这个毒妇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找不到证据，我也会做出证据。你真够卑鄙啊你！唐宁，你别太天真了。这华夏医馆的主人是我，跟我斗，你做梦！我怎么不知道华夏医馆的主人什么时候姓林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华夏医馆的主人什么时候姓林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副总。去人事部提交辞职报告。冒充顶替的事，律师会找你谈。副总，副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副总，你听我说。唐宁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副总，夫人好像还不知道你的身份。不知道也好，我不想打破这份平静。如果让他知道了，凭他的胆量，以后就不敢跟我胡闹了。我喜欢现在的他。只是什么，副总？他的医术这么高超，他真的不是神医的徒弟吗？我已经派人打听过了，神医的徒弟已经下山成亲了。那咱还继续找吗？找，一定得找。再去查一下，唐宁来华夏医馆之前都去了哪儿？是。水，我喝水。 唐宁，你怎么来了？
唐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了吗？你看清楚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啊，我怎么会在你房间里面？你放心啊，我对你这干瘪的身材没兴趣。什么？干瘪？你给我回来，把话说清楚，谁身材干瘪了？本小姐这么有内涵的身材，不懂欣赏就算了。看在你救了本小姐一命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喂，你个赔钱货，嫁了人心就野了是不是？你要是还想见你爸最后一面，就给我赶紧回来！什么？我爸呢？他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你爸他好着呢。你们耍我？妈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怎么能把你请回这个家呢？少自作多情，不过就是我爸的小三而已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妈是原配，可她不还是死了吗？你爸依旧还是娶了我来当你的继母，而你不还得照样喊我一声妈妈？姐姐，听说爸让你和富家大少联姻，可是你有妈生，但是没有妈教，一点大家小姐的样子都没有，怎么配得上做富家大少奶奶呢？不如你把这门婚事让给我，我再让爸给你找一个跟你相配的男人，怎么样？什么富家大少，我不认识。还有，你有妈教，你妈是小三儿，你是小三的女儿，你觉得她能教出什么好东西吗？你。还记得小时候你用开水烫我，这道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，你没忘吧？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不会再任由你们那样欺负我。既然我爸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哦，还有，富家大少那个花心大萝卜，谁爱要谁要去。假清高，妈，唐宁还没有跟富家大少结婚，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？当然有，过几天就是傅老夫人的生辰了。听说这傅老夫人会在她的生辰宴上为傅总寻找治疗头疾的医师，到时候咱们就把海城最厉害的医师带到这次宴席上，那你不就成了傅家的救命恩人了？那傅令川还能不对你动心？妈，哎呀，妈，这力道怎么样？舒服舒服，还是你懂事，不像你大哥天天不着家，给他介绍了一个娃娃亲对象，也不说带回来见见。哎呦，妈，又跟凌云在这说我坏话呢？哪有？妈，听说您这次寿宴举办医术药膳大赛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，天天在公司忙工作，对自己身体一点也不上心。通过这次寿宴，我一定要找到治疗你头疾的好医师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华夏医馆现任的首席医师唐宁还不错，我还特别邀请了他。妈，您就别替我担心了，其实我这头疾早已经……大哥，妈为你的身体也操了不少的心，这次呀，就由着妈吧。还是凌云懂事。好了，这次寿宴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妈，那您慢走。大哥，自从外婆走了以后，妈就一直郁郁寡欢的。现在，妈愿意认真干一件事，也是个好事儿。对啊，她开心就好。这就对了吗？对什么的？你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你都被媒体拍到了。哎，你别忘了，当时创办华夏医馆用的是你的名字，你自己不要名声，你别牵连华夏医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大哥。那什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副总，老神医徒弟的东西有着落了，就在海城。什么？
属下打听到老神医徒弟右手手腕上有一道烫伤的疤痕，恰好老夫人的寿宴上要举办一场医术比赛，不如就从这些人开始查。好，这个消息对我很重要，商量很快就能找到他。走。这傅老太太在寿宴上举办医师比赛，实际上呢是在给傅总选老婆。你说这比赛的第1名会是谁呀？那就要看谁请的医师更厉害了。哎，月月姐，我听说你请了海城第1名士周医师，那这冠军肯定非你莫属了。哇，一个寿宴都办得这么奢华，不愧是傅家。那不是唐宁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他该不会是来抢我的冠军的吧？月月姐，她就是你那个不受宠的姐姐。哪来的闲杂人等，还不赶紧滚！就是一个没妈的野种，谁知道怎么混进来的？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爸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爸心里现在呀只有我跟我妈，而你那个妈连祖坟都进不去。不准你提我妈，你还不配！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丢出去！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，我凭什么要出去？还不赶紧把他给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唐宁，这不会就是你找来的救兵吧？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一身西装，也掩盖不了啊他身上那股穷酸气质。大胆，敢对我们老板不敬！老板，你是谁啊？你连我都不认识，也来参加傅家的宴会？我就是傅。这可是傅老夫人的生辰宴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别添麻烦了。要是你冒充傅总的身份，结果暴露了，我们2个就都完蛋了，听明白没？你手上疤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手上的疤跟神医徒弟疤位置一样，而且来海城的时间也对得上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神医徒弟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右手手腕上有一道疤？瞒不住了。他是神医徒弟，他手上那个疤就是小时候被热水烫的，就凭这道疤就能说他是神医徒弟？你这不扯淡吗？是这样吗？如果他是神医的徒弟，那块疤一定是谁去熬制药膳时烫成的。难道我真的认错了吗？来人，还不赶紧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等一下。傅老夫人，她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臭女人，在您的宴会厅上啊蹭吃蹭喝的，我这就把他们都赶出去。他是我请来的参赛医师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比赛就开始吧。这场比赛我赢定了，傅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这致幻菇和普通灵芝看上去一模一样，可做成药膳后却能散发异香，只要闻到就会让人产生幻觉。唐宁，只要你把这碗药膳端给傅老夫人吃下，你就死定了。傅老夫人，为了这次比赛，我特意请了去年在神医争霸赛中位列前3的周医师，相信他一定能够解决傅总头疾的问题。我的头疾早就被唐年治好了，早知道应该跟妈说清楚的。华夏医馆顶级医师唐宁。这个女孩子不错呀。怎么还？林川到现在都没有把那个女人带回来，估计这2个人早就黄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当然要给他再选一个合心意的女子。
夫人高明啊！那当然了。每个人的药材相同，限时半小时。医术药膳比赛现在开始。这灵芝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现场可以换掉。哦，不，这灵芝品相还不错。一个黄毛丫头竟然也敢跟我比医术，简直不自量力，白白浪费这么好的药材。别着急嘛，我有没有真本事，咱们医术上见真章。竟然是银针噬火，据说只有最顶级的医师做药膳时才会使用这个技艺控制火候。他真的不是神医的弟子吗？周医师怎么样？我这招还不错吧？花拳绣腿，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。该死，唐宁什么时候医术这么好了？那置换姑可是我辛苦寻来的，想赢我也得有命才行。哇，好香！哇，好香！这是你做的吗？怎么会这么香？奇怪，我之前也做过灵芝药膳，怎么没有这种香味？快把那个药膳给我端过来，快点！来，夫人。这碗药膳太美味了，简直太美味了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！哇，这么大的金子，我发财了！妹妹，好漂亮啊！来，快来，让哥哥亲一口，快！今日你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，以后咱们各论各的。我管你叫爹，你管我叫弟。我成仙了，拜见佛祖，拜见佛祖。珍珍，你一个人这些年辛苦了。妈，我好想你，妈，我好想。我好想你，妈！怎么回事？我好想你。这灵芝有毒。什么？你先别急，我记得我下山前师傅跟我讲过，这种带有毒气的灵芝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严重者还会让人上瘾。你师傅是我们那儿赫赫有名的，就是我们村一个比较厉害的赤脚大夫了。大家伙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找他看。好险好险，差点说漏嘴了。那为什么我们没事呢？我自小跟着师傅试药，什么东西没吃过，自然无事。你嘛，可能是因为你常年患有头疾，所以意志力比常人更强，也算因祸得福吧。那现在该怎么解决？这个锦囊，你收下。这里面装的是能克制万毒的解药，关键时候能保你一命。有了，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下山前师傅给我的锦囊，说是可以克服万毒的解药。只要将药粉撒出，让大家吸入，毒灵芝的毒自然迎刃而解了。我金子呢？这哪来的狗？我会保佑你的。妈，
师傅啊师傅，多亏您深谋远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傅老夫人，是唐宁，她在药膳里下了毒，我们都中毒了。你死定了！唐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哎，你别添乱，交给我。老夫人，其实这道药膳是我专程送给您的贺礼。什么？这丫头疯了吗？竟然把毒药膳送成贺礼！傅老夫人，您知道这世上最厉害的药膳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可以唤醒人心中的所爱所想，可以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事情。刚才您在幻觉中出现的事情，正是您心中最渴望的事情。最顶尖的药膳呢，不仅可以滋养人的身体，而且可以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。刚才这场幻境中，能够让你看到你最珍爱的人，就是我送给您的贺礼啦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顶尖药膳？这分明就是一碗有毒的灵芝汤而已。哎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最厉害的药膳呢，就是要保留其药材最本源的药性。你这分明就是借口，傅老夫人是不会相信的。哼，说得好，之前是我肤浅了，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药材。它不仅味道绝顶，而且能帮人实现愿望。我宣布，这碗药膳就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怎么可能？这臭小子，有了心上人竟然瞒着我，亏我之前还打算让你和唐家小姐订婚。你这个贱人，别以为糊弄了夫人，你就可以万事大吉了。做梦！我已经打了电话给药材监管局的人，你就等着终生禁赛吧。我看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吧？你别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？你之前呢确实没有，不过刚刚有一位匿名网友发给我一段视频，刚好是选手区的监控。哎，你说有没有拍到你的脸啊？把手机给我！哎，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大胆，竟敢在傅家家宴上公然投毒！我看你是活腻味了。傅老夫人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唐宁的阴谋，这个视频实刀伪造的。阴谋？刚才所有人都中了幻觉，只有你和这个姓周的相安无事。怎么，你们是提前就知道这灵芝汤有毒啊？嗯？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药膳里的是致幻菇？哎，大家伙儿听到了吧？原来这个毒灵芝的名字叫做致幻菇啊！这么稀罕的药材，周大夫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你们就是同谋。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来人，把他两个给我赶出去！不要，傅老夫人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对，傅老夫人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真的。快走！傅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刚才的幻觉有没有让你有什么后遗症啊？没有。你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，结婚了吗？啊？阿姨第一眼见你啊，就特别合眼缘。我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啊。你要是嫁到我们傅家来啊，我保证他绝对不敢欺负你。阿姨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这臭小子居然勾引有妇之夫，那感情好吗？如果感情不好，阿姨不是那么死板的人，二婚也是可以的。啊，阿姨，虽然他这个人有时候喜欢撒点小谎，而且还总无理取闹，但是在我至关重要的时刻，都是他在保护我，所以我不能抛弃他。谢谢你啊，阿姨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阿姨尊重你。儿子，妈已经尽力了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儿子，您是他妈？儿子，您是他妈？不是亲的。臭小子，
说什么呢？妈，那边客人等您半天了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我正问你哥话了，还没问完呢，他竟然为了一个有夫之妇不认我这个妈。我大哥做事有他自己的分寸，您就别管了。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。今晚的比赛结束了，大家都到隔壁用餐吧。妈，傅令川，你到底是谁？烦了，瞒不住了。休想再瞒我，你也是傅家的人，对吧？对，其实我就是傅。对，其实我就是傅。你是傅家的仆人啊？我都懂。唉，是傅老夫人心肠好，所以才收养你成为干儿子，我都懂。对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你太聪明了。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，师傅就经常夸我聪明。你要是把邢姨的脑子一点给治成，你也不至于蠢得要死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不过，傅老夫人为什么要让我跟他儿子结婚啊？她不知道我跟你结婚的事吗？不对呀，刚才你叫她干妈的时候，她还很生气呢。为什么？大哥。哎，刚才我就觉得您很眼熟，您就是报纸上的傅总是吧？哎，不过为什么您叫他大哥啊？唐谢姐让您受惊了。银川虽然说是我们家的仆人，少爷，但是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早就亲如兄弟了。只不过你们俩的婚礼，我们家人不知道，所以刚才我妈的情绪有点过激，还请唐小姐见谅。是这样子啊。大哥，这位不会就是我未来的嫂子吧？你可欠我个人情啊！赶紧滚！唐小姐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哎，副总不愧是副总，这气质，这谈吐，我劝你以后啊，还是少冒充人家副总了。你们这气质上也差得太远了。好了，口渴了，我也要去喝点东西。拜拜。你。这不是果汁，这是酒。酒好好喝，傅令川，你要不要喝一杯？哎，你的嘴巴好软啊！你干什么？好像一个肉包子。你喝多了。好饿，好想吃包子。完了，我昨天和傅令川接吻了，还是我主动的。别装了，昨天晚上好像某人亲了我一口，你要再装，我可要报仇了。哎呀，我醒了！哎，好巧啊，你也醒了。我头好痛啊！昨天晚上发生什么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那个，我还要去上班，我就先走了。还挺害羞的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害我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出丑。等会爸就来了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家门吧。是你自己心思恶毒，在傅老夫人的寿宴上公然投毒，才落得个人人喊打的下场。这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你个小贱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心软，就应该在你妈死的时候就弄死你。你跟你那个妈一样，都是丧门星，谁碰你们谁倒霉。你一个小三儿，
还好意思提我妈？要不是你勾引我爸，我妈怎么会郁郁而终？小时候你们欺负我，我就忍了。我知道我还小，斗不过你们。可是现在我长大了，你们还敢那样欺负我？我告诉你们，做梦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你吗？一女，住手！老公啊，你可来了！唐宁说她要打死我。虽说我是个继母，但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月月，这可是她的亲妹妹，她怎么下得去手？爸，姐姐她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看你是在外面待久了，心都待野了，就这么对待你继母和妹妹吗？爸，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小时候他们就经常欺负我，现在还在傅老夫人的寿宴上公然陷害我，这些你了解过吗？爸，我没有。就是啊，老公，你是知道咱们月月的。哎呀，她从小体弱又心善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我看呐，就是这个唐宁嫉妒咱们月月受宠，才故意这样诬陷她。姐姐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了，你要诬陷我，我也不说你什么，但是你别惹爸生气啊，爸身体不好。看看你妹妹，多懂事，赶紧给道歉。我不，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，我不道歉。好啊，你是翅膀硬了，道不道歉？你不道歉，从此不再是我唐家的人，没你这个女儿。我看是你们不配做他的家人。怎么哭了？别怕啊！敢在傅家的地盘闹事儿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是谁呀？凭什么管我唐家的事儿？爸，就是他。他帮着唐宁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让我出丑，你一定要帮我做主啊！他们两个一定有奸情。什么？你竟然还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！你气死我了！亏我还打算把你嫁到傅家去。爸，他不是什么野男人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你要气死我呀你！老爷，我看这个唐宁她根本没有心思跟你讨论这门亲事。我看呐，不如就把傅家这门亲事留给咱们月月。对啊，爸，我都听你的。你们真以为傅家是你们想攀就攀，想嫁就嫁的？哼，你懂什么？我们唐家可是和傅家大少爷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。哦，可我怎么听说傅家大少爷早已经成婚了呢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傅家大少从不露面，你怎么知道？傅家的传承者都有一枚特制戒指，象征着权力与地位。放眼整个海城，如今只有傅总才有资格佩戴。这我当然知道，难不成你是想说他就是傅总？真是要笑掉大牙了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傅氏的继承人戒指？哎，巧了，我还偏有一枚。大胆，敢对我们傅总不敬！傅总，你就是那个商业奇才，20岁创下了几10亿的身价，25岁创下了商业帝国，成就海城的一代传奇。爸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还好傅总和傅令川是好兄弟，可以借他的身份用用。不可能，傅总怎么可能看得上唐宁这个粗鄙的女人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质疑我们傅总？唐宁，她现在是我傅令川唯一的合法妻子，谁敢对她不敬？哟，你们演的还挺真的嘛。傅总从不露面，不要以为用一枚破戒指就可以冒充傅总。我看你这枚戒指就是假的。完了完了，要被拆穿了，要不我们先走。完了完了，要被拆穿了，要不我们先走。没事。傅总，
听闻副总在华夏医馆，我等特来拜访。这城南李家、城北赵家、城西霍家、城东吴家，这几人可是掌握海城命脉的人呐！副总，别来无恙啊！你究竟是谁啊？敢对副总不敬，找死！傅林川，他们也是你请来演戏的吗？看起来好凶啊！别怕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你真的是傅立川，所以那天在宴会上，你故意让我出丑的，对不对？又有恶报，而且是你家还在先啊！那又怎样？我只是想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讨她欢心，我只是想嫁给你罢了。可是他偏偏要坏我好事，你为什么要袒护他？因为唐宁是我傅林川的合法妻子。唐宁这么粗鄙，她凭什么配做傅家夫人？你连我的面都没见过，你就说你喜欢我，你也只不过是贪慕虚荣罢了。哎，来，我们傅家在国外是不是有几个奶牛场？是不是还缺几个奶牛工？来，把他们3个给我安排过去，来，拉下去。我这么做不会过分吧？不会，谢谢你啊，他们根本不配做我家人。啊，还有你们，今日真是多谢各位了。不敢受夫人大礼。这样吧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尝尝我亲手做的药膳，怎么样？吃饭好。菜齐了，来吃，别客气。真是太好吃了，傅夫人，您做的药膳堪称一绝呀！是啊，怪不得能抓住副总的心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您没听说过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。就凭您做药膳的手艺，一定能牢牢的将副总抓在手心里的。哎，吃饭就吃饭啊，你别说那么多话。不过呢，我在遇见你之前，还真认识一个人，他做的药膳堪称一绝。是吗？那什么，我想到我厨房还有汤炖着，你们先吃啊。副总，你怎么能在夫人面前夸另一个女人做饭好吃呢？这有什么问题？吃醋啦！没看夫人都回避您的问题吗？吃醋？对呀，副总，一个男人怎么能同时喜欢2个女人做的饭呢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们帮了我大忙，回去直接找张助理谈合作吧。真的？哎，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。还坐这儿干嘛？饭还没吃完呢呀。走吧。哎，明白了，副总。我们走。我还没吃呢。到底要不要告诉傅林川？其实他那天在山上吃的药膳就是我做的。那万一他知道以后不让我参加比赛了该怎么办？可是人家都救我那么多次了，我也应该坦诚相待啊。好好沟通总没问题吧？傅林川应该也不是那么偏执的人。以后其实你先说。以后我不会再吃第2个人做的药膳，我只认你一个人。啊，他怎么突然这么执拗偏激啊？我绝对不能说自己是神医的徒弟，绝对不能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其实我参加神医争霸赛还差几味药材啊。你想要什么药材？什么我都能给你找来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次的神医争霸赛跟以往小打小闹的比赛可不一样，一定要重视再重视。但是我现在接触到的药材实在是太一般了，所以就想借你跟副总的关系求求情。你想要什么？最好是原始森林的百年野山参，生长在雪山高原的冬虫夏草，还有深海抹香鲸分泌的龙涎香。哦，对了，主要的水一定得是早春最新鲜的露水。可是这几味药材实在很难得，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，
我也能给你摘下来。真的？等你好消息。什么？原始森林里的百年野山参，雪山高原的冬虫夏草，深海抹香鲸分泌的龙涎香，早春的露水，这可都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药材，耗钱又耗力。副总，您确定夫人没开玩笑吧？这别的药材都好办，可这早春的露水去哪儿找啊？现在可都是已经秋天了呀！我就要给你们7天时间，在神医争霸赛之前把东西找回来。各位家主，请吧。副总，今年的神医争霸赛，你要作为评委出席吗？去。奇怪，难道我被跟踪了？奇怪，难道我被跟踪了？狗男人，快接电话呀！唐宁，你还想参加神医争霸赛？做梦！若薇姐，这迷药的量足够他睡上1天1夜，他肯定参加不了明天的神医争霸赛。那就好。你不是爱勾引人吗？今天我就让他们好好伺候伺候。你猜，若是令川知道了，他还会不会喜欢你？明天的冠军只能是我。今年人，一会儿没看手机这么多电话。怎么还不接电话呢？副总不好了，夫人不见了。什么？小妞还挺嫩，哥们儿，今天有福了。唐宁啊，唐宁，你可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江哥，谁是你们干部的？啊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江哥，我们也是拿钱办事，我只知道他姓林。林若薇。副总，他们怎么处理？先拉下去，拿到证词以后送到警局。是。走。你醒醒，宁宁，都怪我没接到你电话，对不起，唐宁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没事儿，太好了。你累得我喘不过气了。放心，我怎么会死呢？不过就是种点迷药而已。以前我跟师傅可是经常试药的，这么一点迷药对我来说不成影响的。我爱你。参赛入口即将封闭，未到场人员视为自动弃权。3，他怎么还没来？2，唐宁，你没机会了。1，入口封。等一下，还有我。等一下，还有我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应该在酒店被关着吗？唉，幸好赶上了。谁知道狗男人体力那么好，早上差点起不来误了大事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
那当然了。哎，不是比赛规定需要3位评委，怎么只有2位？这2位是刘圣手。没想到你也会参加今年的神医争霸赛呀！刘圣手，他很厉害吗？连刘圣手都不认识，真是没见识。刘圣手号称海城第一妙手，无论多么复杂的病症，他都能药到病除。他可是整个海城最具有信服力的评委。海城第一妙手，那我真是想见识一下。就你还想在刘圣手面前班门弄斧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到底是谁在不知所谓啊？你一个参赛资格都没有，坐在台下的人也好意思来说我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是今年冠军的种子选手，无论谁拿冠军，咱们友谊第一，友谊第一呀！没想到这刘圣手人还不错。那坐在他旁边那位其貌不扬的老头是土包子，连这大名鼎鼎的陈老你都不认识？人家年轻时连续3年都是神医争霸赛的冠军，如今每年神医争霸赛都会邀请他来作为评委，他可是整个海城最权威的评委。现在这神医争霸赛呀，是1年不如1年了，连这把垃圾都能进入决赛，我看这一届呀是彻底完了。陈老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？唐小姐，贵人多忘事啊！当初在华夏医馆，你蒙着面纱跟沈云峰比试医术，对医术他是没有敬畏之心呐！你这样的人不是垃圾吗？我和沈运峰比试，他说的难道是上次林若薇冒充我身份的事情？可是我最后不是已经将谣言澄清了吗？怎么会？陈老，上次的事其实就你这样的垃圾也配进入决赛？莫不是傍了什么有钱人走了后门吧？你一个手下败将也敢来嘲讽我的技术？你别太自信了，唐宁。神医争霸赛的冠军只能是我，你不过是一个陪跑的罢了。是吗？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为什么还要下迷药把我迷晕，困在酒店呢？怎么，还不是怕输给我？还不是怕输给我？你都知道了，该死，林川不会也知道了吧？这件事情，待会儿比赛结束，我慢慢跟你算账。唐宁，你不过就是一个穷酸打杂，运气好才能参加神医争霸赛罢了。不像我们若薇姐，不仅有实力，连找来的药材都是最好的。这天山雪莲可是若薇姐花大价钱买来的，就你这穷酸样，把你卖了你也买不起。药材方面确实是我的短板，那又如何？再好的药材，遇到医术不精的人，照样会输。我看你是嫉妒吧？拿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药材来比赛，你输定了。欺人太甚！医术比拼如果只比药材，那还有什么举办的必要？沈医师这么向着唐宁，莫不是看上他了？药材再好又怎样？今年的神医争霸赛，我照样夺冠。今年的神医争霸赛，我照样夺冠。狂妄！我这就请评委重新评估你的药材，若是评估失败，你便失去了比赛资格。就算你通过了评估，我也有办法让你退赛。你卑鄙！也不知道傅令川药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夫人，副总吩咐我们找的药材找到了。夫人，请看，全是森林里的百年野山参。我带着10条训练有素的猎犬，在森林里寻找了3天3夜，才找到这么大年份的。傅夫人，瞧我的，生长在雪山高原的冬虫夏草，我爬了国内最高的高山，在海拔最高的高山草甸里，眼睛都要揪瞎了，才找到符合您要求的。夫人，你看我给您准备的，这是深海抹香鲸分泌的龙涎液。我包下了全海上最大的潜艇，潜入深海100米后，才找到一头濒死的抹香鲸。我在那收了整整1夜，才取得了这龙涎液。嗨，你们的都不行，夫人，请看我的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不过就是普通的水罢了。夫人，这可是早春的露水，现在已经入夏了。我是亲自跑到了极南之地，找到一处未开发的村庄，在那里采集到的每天清晨的第1抹露水。我是采集了半个月之久才收集到这些的。这么多的顶级药材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也太豪横了吧！竟然让海城的4位家主给他送药材。这些都是傅令川让傅总为我准备的，真够意思的。唐宁，你从哪弄的这么多顶级药材？不会是勾搭了哪个暴发户吧？哎，
我说你在狗叫什么？你是林若薇的狗吗？怎么她一放话你就冲出来咬人啊你？肃静，比赛马上开始，请闲杂人等莫要喧哗。听见没有？闲杂人等，说你呢。你给我等着！等一下，还有一个评委没到呢。刚才副董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在路上耽搁了，咱们先进行。有了这些药材，我赢定了。唐宁，就算你有顶尖的药材又能如何？这评委席上坐着的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眼线，一个是厌烦你到极点的陈老，你输定了。那个老头怎么一直瞪着我？委屈死了。上次林若薇冒充你的身份和我比试，陈老就是那次的评委，只不过还没等你揭露真相，他就已经先行离开了。什么？他没有看见我揭开林若薇的面纱，那他肯定讨厌死我了。唉，放心吧，以你的医术一定会征服陈老的，他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但愿如此吧。第33届神医争霸赛正式开始。这位患者3年前意外从高处坠落，不幸摔成了脑瘫。各大医师诊断他已活不过这个月，因为患者身体虚弱，只能用药膳温补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选手，谁能够用药膳温补将这位脑瘫患者治好，谁就是我们本届神医争霸赛的冠军。现在熬制药膳。师傅，我一定会给您拿冠军回去，徒儿必定不会给您丢人。评委评估药膳，药膳合格才能给病人服用。这碗就是唐宁的药膳，知道该怎么做。放心，此药汤清亮温润，药香四溢。是在极品药膳啊！还以为评委里会有林若薇的帮凶呢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的药膳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不小心放得太边上了。陈老，这下您是喝不到了。一个品德非对的人，能做出什么好药膳呢？不尝也罢。那既然这样，就由我来宣布这药膳是否合格。我宣布这药膳不合格。不合格的药膳，打翻了也就打翻了，反正给病人服用，那也是害人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是故意的！你刚才还说我的药膳是顶级药膳，凭什么不合格？刚才我称赞药膳，那是因为药膳的药材珍贵，可你根本就不懂，药材需要融合，你胡乱放入，能发挥药效吗？哎呀，可惜了，浪费了这么好的药材。我抗议！你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打翻我的药膳，故意说我不合格，我不服！你不服有什么用啊？你一个小医师竟然还敢抵抗评委！这里是神医争霸赛，不是你家的乡村医馆。我明白了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你林若薇设计好的，是吧？你就是故意针对我。怎么办？绝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。我申请，我要重做药膳。申请重做需要有人给你担保，不然你偷学别的参赛者的手艺怎么办？唐宁，你算哪根葱啊？谁会愿意给你做担保？要是副总在就好了，看在令川的份上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如果没有人做担保，我将驳回唐宁的请求。我来担保。你怎么来了？替你撑腰。今天来的都是海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他们肯定都认识副总，你要是用冒充副总的话，一定会被拆穿的。算了，你走吧，我可以的。没事儿。副总，您请上座。这神医争霸赛本身就是由我傅家创立的，而我的夫人却在这被为难。我看各位是故意打我傅某人的脸吧？夫人，这唐宁是你夫人？唐宁和傅令川已经结婚了，怎么可能？不错。那又如何？这是比赛，即便你是副总，也不能破坏规矩。规矩？什么叫规矩？
我傅家就是规矩。你，我夫人做的药膳被恶意的破坏和诋毁，我看各位是不想在海城混下去了吧？副总，误会啊！我身为一个评委，怎么可能故意打翻选手的药材呢？那既然如此，唐宁如果真的医术不佳的话，让他重新做一份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选手。可其他选手都做了呀，如果你夫人再重新做一份的话，有偷师的嫌疑啊！我用我傅家的声誉担保。刘胜手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这没问题。所以你真的是副总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把我当猴耍很好玩吗？明明之前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解释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宁宁，我可以解释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的身份而疏远我。其实我一直……副总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既然您是评委，那就回到您该去的地方。唐宁，就算你申请重做又如何？你的药材都已经用完了，你不会就想凭那份猪脑花就赢我吧？徒弟啊，这行医看病啊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技术，也不是药材，而是心。心，你用心跟别人看病，你就会知道这药膳该怎么做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您让我遵循本心，就是设身处地的分析病人病症，然后做出最适合病人的药膳。这病人身患脑瘫，安神健脑汤最适合他。安神健脑汤完成。你不会就想凭这一份猪脑花治好那个脑瘫患者吧？简直是异想天开！你懂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，最厉害的医师就是用最普通的药材去医治最疑难的病症？等着瞧吧你！不合格。这药膳真是绝了，将药材的药性发挥到了极致了，合格。你刚才说这药膳叫什么名字？安神健脑汤，怎么了？安神静脑汤，这是我徒弟刚研制出来的药膳。安神健脑汤，你真的是神医的徒弟？糟了，忘了这回事儿。这药膳合格。这么好的药膳，刘胜手却昧着良心说话。我看下一届神医争霸赛，刘胜手也不用参加了。3名评委有2名评委认为药膳合格，可以给患者服用。如果患者服用了唐医师的药膳后醒来，那么唐医师就是本届神医争霸赛的冠军。哎，我好了。不可能，唐宁怎么可能把人医好了？你们是一伙的！奇迹啊奇迹！脑瘫患者竟然被治好了，看来冠军已经产生了。让陈老为我们宣布冠军得主。我宣布，神医争霸赛的冠军是唐宁。作弊！你们一定是作弊！还有你不是最讨厌他吗？你怎么能把冠军给他？个人恩怨与比赛无关，唐宁治活了病人，这就是当之无愧的冠军。我看你倒是越看越服气，你才是当初和沈云峰比赛的那个人。之前的会场上那些一切，是不是都是你的规定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经核实，刘胜手在备赛期间收受林若薇的贿赂，二位请跟我走一趟吧。林若薇绑架他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带走。我没收钱，我真没收钱。唐神医，恭喜你，你的医术确实比我厉害，不过我输了心服口服。承让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
你睡了我，就得对我负责，以后别再跟其他男人眉来眼去的。你还这么气呢？你明明是神医的徒弟，你却不告诉我，害我找的好辛苦啊！我那是有苦衷的好吗？万一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，不让我参赛怎么办？那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我们扯平，好吧？看你表现。遵命，老婆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第一个，